如果你要去西藏旅游，当地的藏族肯定会给你讲一个关于西藏的传说。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科学至今解释不了的西藏神秘现象——说唱艺人。大家如果感兴趣玄学文化，可以来我主页找我们一起交流学习。说到这个说唱艺人呢，不是我们理解上的流浪歌手，但是有相同之处。他也是通过说唱和唱歌的表现形式展示出来的。在西藏有一部史诗叫做《格萨尔王》，了解过他的人呢都知道，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最长能有多少字呢？有1000多万字，是《红楼梦》的100倍。当当地的藏民说起曾经有人能把这套1000多万字的史诗一字不差的背诵下来，你相信吗？应该是绝对不可能的。估计就是现在我们去参加极限挑战的那些奇人，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也是很难完成这件事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神秘的事件是，在西藏他真的有这么一类人，他真的能完全的背诵下来。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群人呢一般他们还都不识字。而更加奇怪的是他们不是用了长达几年的时间背诵下来的，而是突然一下子就会了。传说这个现象背后隐藏着西藏的神秘历史。我们先来看这个人，他就是一个说唱艺人，他叫桑珠老人。从小呢，他也没有上过学，可以说他是目不识丁。在他6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一个穿着盔甲的骑着白马的人，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格萨尔王，给他吃下了很多又厚又长的经书。然后第二天呢，这个小桑珠醒来之后就开始念念有词，没有人知道他念的是什么。后来有一个西藏的老者就在旁边听了出来，他念的竟然就是格萨尔王史诗。而这个桑珠老人最后还被国家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宝级的人才，并且呢，好多官方的媒体还想用这张光盘把这个老人说唱的内容全部记录下来。但是就在录在2000多张光盘的时候也就是大概背诵格萨尔王史诗1半左右的时候，这个桑珠老人他突然的就离世了，享年90岁。这个录制计划呢也就破灭了。但是非常神奇的是呢，这个桑珠老人过世后不久，也就是在1989年，同样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了一个西藏叫做西塔多旗的一个小孩子身上。这个9岁的小孩子呢是边坝县一个牧民里的家的孩子。当时他在上小学，有一天晚上呢，他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他突然置身于辽阔的大草原上，风吹草低见牛羊，天上还有彩虹。然后呢，他也同样是看到了一个穿着盔甲骑着白马的人到了他的面前，并且还告诉他，你能来到这里是非常吉祥的事情。然后在梦里呢，他也同样吃下了又厚又长的经书，并且还在梦中告诉这个孩子，等你回去呢，一定要传承他们的历史。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这个西塔多旗的小孩子早饭也吃不进去，就去了学校。在早晨的第1节课的时候呢，西塔多旗就一直头疼，他也听不进去老师在讲课，眼前慢慢浮现出了连自己都不认识的藏族文字。他终于控制不住了，大声的说唱了起来。这一说就是2个多小时，同学都被吓跑了。只有老师最后听了出来，这不就是格萨尔王史诗吗？然后这个西塔多旗一唱就是1天1夜，他也不吃不喝，进入了疯狂的状态。这个西塔多旗曾经的神奇经历呢，居然和桑珠老人他们是一样的。但是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至今科学真的是无法解释。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神兽吗？西藏的说唱艺人变成了永远的谜团，也就是完全目不识丁的人，他们在一觉醒来就能背诵1000多万字的。传说香巴拉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个地方受到某种结界的保护，不是谁都可以去的，只有被选中的人才会被雪人带入到其中。进入香巴拉，你就可以找到关于佛陀留下的终极语言和上古高科技的武器。所以当年希特勒和苏联多次来寻找，其目的呢就是想找到强大的上古秘密。如果大家对藏传唐卡或者是传统文化感兴趣，都可以来主页粉丝群找我。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他的故事。在2战时期，希特勒曾2次派人进入到我国西藏，但是都无功而返。但是当时欧洲流传着亚特兰蒂斯的故事，传说在1.2万年以前，地球上有一个神秘的大陆，它的文明科技发达，黄金到处可见。但是后来这一块大陆在一场灾难中灭绝了，但是有一小部分亚特兰蒂斯后裔生还了下来，逃离到了今天中国的西藏和印度的位置。而这群人类就成为了雅利安人和印度人的祖先。后来这个传说在欧洲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多，传到了希特勒的耳中。希特勒坚信，如果雅利安人的祖先真的是神族，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选择性繁殖或者种族进化的手段来繁衍后代，创造出有超凡能力的神族部队，从此以后就可以实现战无不胜了。
于是就在1938年的第一次，他们赶往了西藏，当地人很热情地款待了这支考察队，还在积极的配合之下测量了很多西藏人的头部尺寸，还将头发和眼球和其他人进行过对比。但是这一次考察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异样，正要无功而返的时候，听到西藏的老人讲述了这样一个传说，说在西藏隐藏着一个地球能量的轴心，如果能够找到它，就能够控制时间和空间任何的变化。考察队就把这个传说也带回了欧洲，这也是为第二次考察埋下了伏笔。时间很快就来到了5年后的1943年，德国战役惨败，而希特勒又想起了那个遥远东方的传说，又派遣一支小队秘密前往西藏。由于是秘密前往，所以这次人数不多，这一次在西藏一待就待了整整7年。但是由于那个年代信息闭塞，这7年这支小队潜伏在西藏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直到1951年，这支小队从拉萨回到了奥地利，随身携带的档案还被英国人给没收了。后来也有人流传说在西藏确实在一座山下见过哈勒这支小队，而这座山正是冈仁波齐。西藏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大约在10多年前，当地的藏族也开始流传着一个关于西藏有外星人神秘遗物的传说，而这个神秘的故事至今仍然被很多人认为它就是外星人很早都来过地球的证据。我们时间暂且回到1938年，一支中国的考古队在青藏高原的巴彦喀拉山脉的一个山洞中，曾经就找到了716块圆形的石盘，而石盘每块约厚2厘米，中间还有一个圆孔，表面还有螺旋形的凹槽，从中心一直延伸到边缘，凹槽上面布满很多类似于象形文字的符号。在山洞的石壁上还发现了类似于星象图、太阳星体以及其他星体的图画。刚发现的时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什么呢？后来时间到了1962年，24年过去了，一个中国的教授破解了这些石盘上的秘密，说星盘上的文字是记录一群来自于天狼星的外星人，他们乘坐的飞船不幸坠落于青藏高原，而这些外星人呢，他们将飞船的残骸和剩余搬进了山洞，在地球开始了新的生活。而后人根据石盘的检测，时间大概发生12000多年前。而更加离奇的是，那些发现石盘的神秘山洞，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找到过。天狼星、古象雄文字、12000多年前等等，这些考古线索至今成谜。那么你相信12000多年前他真的有外星人造访过地球的青藏高原的地带吗？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西藏的故事、藏传的唐卡，或者想学习传统文化，都可以来我的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资料。原来西藏它真的有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西藏的神山和一个神秘的宗教本教。地心世界的传说大家都以为是起源于藏传佛教，但是真正了解西藏历史的都知道，在本教还没有被藏传佛教取代之前，就早已经有了关于地心世界的传说。而关于本教，我也翻阅了很多资料，大概描述是这样的：它起源于最初的西藏萨满的信仰，大概是在石器的时代。它也是西藏历史上最早的教派，崇尚的对象是天地、日月、山石、草兽和各种自然之物，以及自然界的灵魂和鬼魂。大家如果喜欢藏传唐卡还是想学习传统文化，都可以来我的主页粉丝群来领取一份资料。相传本教它不仅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巫术，还有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比如人皮做的唐卡、肉莲、男女双修等等不为人道的修炼方法和仪式。但是时间确实太过于久远了，很多信息我们确实无从考证。但是在这里呢，有一个疑惑，历史上越是久远的时期，就越有科学我们解释不了的智慧。好，我们继续回到主线内容。西藏有史以来流传地心世界的入口，它除了冈仁波齐峰之外，还会有人把目光放在本教的神山阿尼玛青山，因为它是某种信仰的化身。在神话传说中呢，阿尼玛青山它构建了这个宇宙，是开天辟地9大造化神之一。根据这些线索，我们时间转向2015年的一个科学周刊。中美加3国的科考队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发现，青藏高原的地下居然隐藏了巨大的空洞。就在西藏众多山峰之一的阿尼玛青山的底下，空洞的面积就达到了15万平方公里，大概有10个北京的大小，而这才是一座小小的山峰。后来科学家又用2007年到2011年东亚地震的资料绘制出了青藏高原地上和地下的3维模型，还使用电磁学和地震波测试，发现很大的水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空洞之中。而得出的结论呢，是青藏高原地下居然有海洋的存在。我们都知道有海洋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生命。好，我们下期再见。